不到50人的欧洲联军竟引来美国数千亿美元的关税大战，特朗普为夺格陵兰是真疯了。1月17日，特朗普宣布将从2月1日起对8个欧洲国家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、荷兰和芬兰征收 10% 的惩罚性关税，并计划于6月1日将税率升级至 25%。美国这一举措简直毫不掩饰且史无前例，特朗普是在迫使丹麦王国坐到谈判桌前，将格陵兰岛完全且彻底的出售给美国。这场对抗的导火索要归因于代号为北极耐力的欧洲联合军事演习。这次演习被美国利用，并且成为其发动贸易战的借口。而处于风暴眼中心的不仅是这片冰封岛屿的稀土资源，还有美国野心勃勃的黄金穹顶计划。格陵兰岛事件标志着美国对盟友外交模式的根本性转变。特朗普在声明中明确指出，欧洲8国向格陵兰派遣军事力量是导致关税的直接原因。他称这些行动目的不明，意在阻碍美国收购，并构成了极其危险的局面。在他的叙事中，这被描绘成一支欧洲联军正在北极集结，意图围堵美国的战略野心。特朗普称欧洲派了千军万马去阻挡美国拿下格陵兰岛，但根据多方情报汇总，参与北极耐力演习的欧洲盟军总兵力极其寒酸，总人数可能不到50人。法国派了约15名来自第27山地步兵旅的精锐士兵，专注于极寒环境生存训练。德国派了13名侦察兵，主要负责地形勘测和后勤支援。瑞典派了3名军官，挪威和芬兰各派了2名军事人员，英国与荷兰各派了1名联络官。这个联军看起来弱不禁风，特朗普口中围堵美国的欧洲大军，实际上连一辆旅游大巴都坐不满。与其说是派兵，不如说是组团考察，但就是欧洲这个行为，几十个人的象征性部署，竟然撬动了欧美数千亿美元贸易额的关税大战，实在有些荒诞。欧洲派兵的初衷原本是象征性的插旗，意在通过展示多国存在来提醒美国，格陵兰是欧洲安全架构的一部分，而非仅仅是美丹双边问题。然而，美国对其进行了强势反击，既然你们想通过象征性存在来展示主权，那我就利用这个象征性存在作为借口，发动全面经济攻势。看看特朗普发出的加征关税通知，条款具有极强的胁迫性，在时间上，2026年2月1日生效 10% 关税，留给欧洲商讨的时间只有半个月，而且还提到若无协议，6月1日升级至 25%， 这个关税的范围覆盖了所有输美商品，而终止条件是直至达成格陵兰完全收购协议为止。这可把欧洲各国领导人看懵了，他们原本只打算帮忙灭火，没想到火烧到自己身上了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应最为激烈，称无法接受美国的讹诈，强调欧洲不做软柿子。马克龙一直试图推动欧洲战略自主，这次事件更加验证了他的担忧，美国不再是可靠的保护者，而是不可预测的竞争者。英国首相斯塔默则指责美国对盟友挥舞关税大棒是完全错误。对于刚刚脱欧并试图与美国建立特殊贸易关系的英国来说，这是一记闷棍，证明了在美国优先面前，特殊关系一文不值。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就更蒙圈了，他透露，就在几天前，他刚与美国副总统万斯、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晤，双方气氛很好，交谈内容也很有建设性。结果特朗普反手就甩了一个大巴掌过来。为什么美国非要格陵兰岛不可？如果认为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仅仅是为了获得稀土资源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虽然格陵兰确实拥有丰富的稀土矿藏，但此次危机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与军事技术的刚性需求，具体体现在美国野心勃勃的黄金穹顶计划。2025年1月27日，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，指示美国武装部队建设一套导弹防御系统，意在防御美国本土遭受弹道导弹、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袭击。其灵感部分来源于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，但在规模和功能上更为宏大。特朗普表示，该项目将在3年内建成，其预算高达1750亿至 1.1万亿美元。该系统的核心在于应对对手的威胁，特别是高超音速武器。而要拦截这些武器，格陵兰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，例如当核导弹直接经过北极上空时，格陵兰岛位于这一路径的咽喉位置。在这里部署拦截弹，可以在导弹飞行的中段甚至上升段进行拦截，处于迎头位置，而非在导弹重返大气层后的追尾位置，从而大大提高拦截成功率。另外，高超音速导弹在大气层边缘滑翔，地球曲率限制了美国本土雷达的探测距离。要想尽早发现并跟踪这些目标，必须在北极前沿部署密集的传感器网络。目前全球几乎所有的侦察和军事卫星都运行在通过2级的极地轨道上，格陵兰是地球上建立地面站的最佳地点之一，可以实现对极地轨道卫星的高频数据上行、下行，也就是说谁控制了格陵兰的地面站，谁就控制了太空数据的咽喉。美国的黄金穹顶计划可能涉及部署大量新的拦截发射井、高能激光武器，甚至核动力组件。这种级别的军事化改造，如果格陵兰仍是丹麦领土，在国家层面上几乎是不可能通过的，只有将格陵兰转化为美国的领地，五角大楼才能获得绝对的建设权。据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报道，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直接向格陵兰居民发放现金，以换取他们支持脱离丹麦并加入美国。之前有传闻称，特朗普打算给格陵兰居民从每人1万美元到10万美元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变成美国公民。但目前的民调显示， 85% 的格陵兰人反对加入美国。然而，美国显然认为，只要价码足够高，民意是可以被购买的。基于当前局势，格陵兰岛有3种可能的结果。第一，丹麦在极限施压下崩溃，或者格陵兰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并接受美国的报价，随后格陵兰成为美国领地。第二，一个折中方案，格陵兰名义上独立，但与美国签署排他性的
自由联系条约。美国接管防务和外交，获得基地的完全控制权，格陵兰获得经济援助和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。这个方案的可能性最高，因为它既能满足美国稀土和黄金穹顶的战略需求，同时也能让丹麦有个体面的台阶下。第三，贸易战升级，欧洲拒绝妥协并实施反制裁，关税在6月升级至 25%， 欧美乃至全球经济被拖下水，美国单方面在格陵兰扩建基地，引发军事摩擦，这个可能性也很高。考虑到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欧洲不做软柿子的决心，短期内局势极可能升级。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宣告，为了获得那块决定性的战略高地，美国愿意牺牲盟友的利益，践踏国际法的准则，甚至用金钱直接收买一个民族的效忠。所以这次丹麦和欧洲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，而是一场尊严之战。